如何唤醒你的灵魂契约？在你面前的所有人生道路中，只有一条能为你的人生带来最高的意义，只有一条会让你的内心渴望而且与你同行。这条道路代表了你的灵魂契约，以及你生命的真正目的。大家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这里专注于自我觉醒与人生显化的探讨。如果你对这些主题感兴趣，欢迎订阅，一起走在觉醒的旅程上。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思考灵魂契约的概念，以及人生是否有一个超越我们认知的目的。如果真有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是谁为我们决定了这个目的？答案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但是什么时候？你来到这里并非偶然，而是回应你灵魂深处的呼唤，是因为你正在执行灵魂的使命，为了寻找你生命的目的与意义。你的灵魂召唤你执行这项使命，因为他希望你记起你来到这一生的原因，他希望你想起你的灵魂契约，你这一生的契约。如果这些话语与你产生共鸣，那么你来对地方了。这里分享的想法或许对你有帮助，成为你朝向灵魂所期望的人生迈进一步。具体来说，我们将今天涵盖以下主题：什么是灵魂契约？谁签署了它？支持灵魂契约存在的证据。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灵魂契约？如何想起我们的灵魂契约？认识我们的灵魂契约。什么是灵魂契约？谁签署了它？灵魂契约这个词常常被误解，有人把它当作某种限制自由的命运锁链，甚至视为需要挣脱的束缚。但在我所理解的灵性视角中，灵魂契约是一份你用完全自由的意志，在诞生前主动选择与签下的神圣协议。这份契约涵盖你在人生中会经历的每一段旅程，遇见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次挑战与喜悦，甚至包括那些痛苦到让人怀疑人生的时刻。也许你会问，如果这契约是我自己签的，那为什么人生会有那么多痛苦？答案令人震撼，也让人解脱。正因为你的灵魂想成长，想提升，想完成某个意图，才愿意体验这些生命的高低起伏。灵魂契约不是惩罚，也不是枷锁，而是一份出于爱与智慧的选择。它可能包含你这一生要面对的重大功课，例如清除过去累世的业力，化解家族或祖先遗留下的创伤，学习爱自己，活出真我，或是建立某个对世界有意义的贡献。这些挑战之所以出现在你生命中，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的灵魂知道它准备好了。如果我们忽视这些灵魂的课题，也许我们会在迷失中度过这一生，甚至在下一世再次面对同样的功课。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这些挑战，而是拥抱这份灵魂契约，主动走在灵魂渴望的道路上。因为唯有这条路会让你感到深层的满足与和平。灵魂契约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被负面看待，认为它限制了个人的自主与自由。但在这里，它包含了所有人生事件与关系，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灵魂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无论这些经历多么具有挑战性或困难，这个契约可能带来痛苦的经历或艰难的时期，但这些事件都有其目的，对我们灵魂的灵性成长具有价值。可能是为了清除过去的业力或祖先负担，也可能是为了培养更高的个人力量与韧性，为灵魂在这个世界需要实现的目标做准备。
如果我们选择逃避灵魂必须经历的事，我们就无法履行它的契约，可能需要从凡此地重新经历那些必须发生的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灵魂所期望的，但也意味着我们是自愿且有意识地来到这一生。我们现在的生活被设计带来灵魂渴望体验的挑战与机遇。如果是这样，那么寻找灵魂契约应该是我们人生的首要使命，因为它反映了灵魂的意图。不幸的是，一旦我们出生到这个肉身，我们便失去了灵魂的洞察力意识，我们进入了灵魂失忆的状态，不再记得我们的灵魂契约究竟是什么。灵魂所期望的理想人生道路如今对我们来说是隐蔽的，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去唤醒它。支持灵魂契约存在的证据。如前所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进入了灵魂失忆的状态，因此，灵魂契约的存在对我们的理性思维来说，可能像是一个幻想，或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几年前，我接触到一位催眠治疗师。催眠疗法通常用于通过催眠状态和时间回溯，来获取过去记忆或前世事件的资讯。催眠治疗师注意到，客户对灵魂世界的描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使得灵魂世界的描述更像是一种集体经验，而非个人催眠状态下的幻想。在灵魂世界，灵魂在轮回之间停留在小型群体中，体验一种有意识的状态。灵魂没有义务轮回，仅出于自由意志和提升灵性成长的渴望而选择轮回。灵魂带着特定的目标和体验意愿来轮回，并被赋予与这些目标相符的身体与人生条件。你我正在经历的这一生，正是我们选择要体验的，甚至在这一刻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灵魂为我们设计的最佳人生道路，找到最高版本的你，并活出它的意图？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灵魂契约？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似乎表明，我们是有意识地来到这一生的，因为我们的灵魂相信这一生有一条道路，能让我们体验到促进灵性成长所需的挑战。我们甚至可以将灵魂契约的灵性概念视为人类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自然渴望。这个目的不一定要很宏大，可以是对我们个人最有价值且有意义的任何事物，像是成为一位艺术家，用想象力描绘灵魂的画布；成为一位哲学家，思索真理的深处；成为一位作家，将内在世界化为文字；或成为一位充满爱的父母，用爱与智慧启发下一代；又或者灵魂希望实现的任何其他愿望。你知道你的灵魂希望你在这一生体验什么吗？你的生活为你和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礼物？你的心在召唤你做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或不确定，现在或许是探索你人生目的与意义的绝佳时机，因为了解灵魂的意图永远不嫌晚。如何唤醒我们的灵魂契约？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灵魂契约的概念，并提供了一些支持其存在的证据。但我们如何忆起灵魂契约，或者至少了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以及灵魂希望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找到方法重新联系我们的灵魂，并触及其洞察智慧。这只能通过启动我所谓的内在感官，也就是我们的直觉与想象力来实现。直觉和想象力是获取知识与洞见的强大管道。更具体地说，它们是灵魂用来与我们分享洞见与愿景的语言。不幸的是，
极端的信念和负面情绪可能会阻碍我们触及直觉与想象力。因此，要恢复直觉与想象力，我们需要找到方法重新敞开心扉，疗愈并释放过去的极端信念与负面情绪。例如，若一个人坚信所有人都邪恶，没人值得信任，他可能会带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生活。这种情绪会封闭心灵，阻碍直觉与想象力的运作。心是储存我们至今所有信念与情绪的容器，但它也是我们与灵魂联系的点。我们的直觉和内在感受由此产生。心中承载的极端信念与负面情绪越多，就越显得杂乱，与灵魂的联系就越困难。我们需要一颗敞开的心，才能重新联系灵魂并触及其智慧。认识我们的灵魂契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专注于直觉与想象力，作为与灵魂及其洞察智慧保持联系的主要管道。但灵魂契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存在意义。我们尚未提及的一个主题是，我们的灵魂在灵魂世界中有内在指导灵。这些引导者的存在，在全球许多灵性智慧中被提及。认识灵魂契约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建立与内在指导灵的灵性联系，特别是与我们最亲近的那位内在的高我，一种与你灵魂共同诞生的高维意识存在，代表你内在的神性蓝图、灵魂的导师，或你在宇宙之中最初的共鸣频率，与宇宙中更高意识的自己建立联系，能开启通往更高灵性维度与洞见的大门，甚至超越灵魂契约的范畴。我们可以通过主动想象来实现这一点，或是在专业者的指导下进行静心冥想，作为重新联系灵魂及其指引的另一种方式，连接到我们的引导者高意识的自己，就像获得了一个超越灵魂智慧的更深层智慧来源。一切变得清晰且直观，包括我们的灵魂契约，因为我们现在能触及灵魂的洞察智慧，以及引导者的更高智慧。有了这些洞见，我们的灵魂契约和理想人生道路将被直观地了解。唯一剩下的事，就是如灵魂所愿，去拥抱并尊重它。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启发性，请点赞并分享给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分享你的想法与评论。你的支持是这个频道的基础，鼓励我未来创造更多内容。如果你有未来主题的建议，请在评论中分享。感谢我们在这里相遇，愿宇宙的祝福时时与你同在，愿你拥有无限可能的美好人生。